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您好，我是任志强的女儿，我恳请您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允许我父亲保外就医并出国治疗，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能够跟家人团聚，得到应有的治疗和照顾。请给我父亲一个出国治疗的机会，这不仅是对一个家庭最后的希望和守护，也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一个宽容而富有同理心的决定，将会成为历史对您仁慈于胸襟的见证，而非留下令人痛心的遗憾。此致敬礼，任志强的女儿，2024年10月2号。我刚才读的这封信是10月3号流传在外网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的作者是任志强的女儿任心义。我们经过多方核实这封信是真实的。这封信最早是10月2号任心义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封公开信实际上是一个朋友圈的截图。这个截图的下面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是一个小小的垃圾桶，在小小的垃圾桶前面有一个1分钟的时间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首先这封信是他自己截的图，因为在朋友圈如果你要是发文章，你要截朋友的图的话是不会有这个垃圾桶的标志的，因为你只有自己有权删除这封信才会出现垃圾桶的标志，所以这封信一定是任心义自己截的图。那么1分钟的标志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封信他其实刚刚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他就截了图，一点都没有耽误。我们了解的信息就是他发完这个朋友圈之后呢，迅速就把这封信给删除了。这其实也好理解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要是在朋友圈里发这封信你不删除的话，什么后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很大概率引起舆情之后，你这个微信就会被炸掉。现在中共不仅仅炸微信公众号你的私人微信也是说炸就炸你要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敏感的信息，那直接就把你个人的微信就给封了。所以任心义在做完截图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信暂时给删除了。那这封信就辗转流传到任志强的一个企业家的朋友圈。这些企业家在任志强入狱之前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些年也一直关注老任的状况所以呢，就经过他们，这封信在10月3号的时候传到了外网，于是在推特在这个国外的一些媒体予以报道应该说读了这封信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你可以看一下任志强，任大炮，他的女儿现在给习近平写这封信那个语气之卑微，近乎用一种哀求的语气在哀求习近平放过他自己的父亲而且这封信信息量还挺大。我今天就来讲一讲这封让人读起来满是酸楚的一封公开信。首先第一个方面这封信里头讲到任志强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糟。任志强他被判刑之后呢，是关在了燕城监狱。燕城监狱呢是司法部的直属监狱。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监狱里头秦城监狱是公安部直属，燕城监狱呢司法部直属正部级以上的官员呢进秦城监狱，现在副部级以下的官员呢都进燕城监狱燕城监狱呢设施比较新条件也比较好，但是任志强进了燕城监狱之后，并没有享受到中国一个犯罪人员的应该得到的基本人权保障。比如说，作为一个被关押的关押犯，每个月会获得一次探视机会，自己的家人嘛。但是任志强刚进燕城监狱的时候不让探视别说探视了，一开始跟家人打电话都不行后来几个月之后才允许打电话，打电话也只能通几分钟电话，一直到1年之后他的家人才获得许可可以探视任志强1个月1次。那你想想，哪怕是一个犯罪分子，他的基本人权也没得到保障嘛。那么任志强在入狱之前他就有前列腺肥大的这个疾病本来已经约好了做手术，结果呢在2000年3月份的时候被抓起来了。后来投到燕城监狱之后呢，任志强也就反复申请，希望能够做手术。因为前列腺这个疾病很折磨人，就是晚上要频繁的起床，要上10几次的厕所。那你想想，作为一个老年人，本来晚上睡觉就不好，你要一晚上起来10几次，那是非常折腾人，就睡眠质量就完全没办法保证了。那么任心义这封信里就披露出来他的父亲还得了另外一个病，就是哮喘。要说这个前列腺这个病虽然说比较痛苦但它基本不死人。但是哮喘这个病它实际上你要治不好是死人的。哮喘这个病一方面说明就任志强现在的身体机能
尤其是免疫力开始大幅下降了。另外一方面，哮喘这个病，如果你要是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话，它真有可能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任志强今年已经73岁了，51年出生的嘛，已经是步入古稀的一个老人，在监狱里头，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这些病真的是有可能要他的命。我听到的消息呢，任志强进到监狱里头以后啊，就反复申请，希望能够给他的前列腺做手术，但是狱方给他的反馈信息是给你吃药。给你吃药之后呢，好像是这个病情还好转了，不符合手术指征，于是就是不给他做。那作为任志强怎么办？那没办法，所以你看任志强现在的身体应该是每况愈下。我不会因为这个而失去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方向。所以你觉得像您这样的人，至少在我看来，很多人可能选择我不说话啊，我不说假话，但我可以不说话。但是像您这么一直在坚持说话、说真话的人，的确是不多。我很清楚，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做人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我至少不想丧失自己的尊严。第二点，任心义这封信里头披露，他的哥哥在任志强的案件中间受到牵连，被判处了有期徒刑9年。这个信息此前是媒体从来没有报道的。我们当年在做任志强的节目里头讲到一个信息，大家可能还记得就任志强在法庭审理的时候没有请律师，没有上诉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任志强认为自己无罪。他其实法院判处他，并不是因为法院罗织的那些罪名，说他又是贪污又是受贿，而就是因为他批评习近平的那篇文章，他说习近平是光着屁股的这个小丑，是没穿衣服的皇帝的新衣，谁要是反对他当皇帝，他就把谁给弄死。不就是那些话得罪了习近平吗？如果没有那些话的话，会抓他吗？会审判他吗？显然不会啊。所以任志强面对法庭，你审理的时候你没提那封信，对不对？所以他也不辩解。但其实我了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大家可以看一下法庭当时认定的这个犯罪事实任志强贪污了4000多万，其中有3000多万是通过他的儿子。我们知道任志强一生结过2次婚，他跟他第一个妻子结婚呢，生了一个儿子，后来离婚之后，这个儿子改姓他妻子的姓，姓于。他后来他跟第2个妻子结婚之后，才生下了任心义。那么他的这个于姓的儿子长大之后呢，任志强的华远公司跟这儿子有几笔业务往来，其中一笔呢说财务顾问费是2000多万，一笔呢是一个钢材合同是1300万。那么当时那个解释是说，他这个财务合同呢是他的儿子帮助联系银行的贷款，所以给了2000多万的财务中介费财务顾问费法院认为，就法院最后认定这笔钱就是任志强贪污的，不是什么顾问费，也不是什么钢材合同。那么我了解的信息呢，就是任志强当时跟专案组有一个内部的交易。什么交易呢？任志强就说，我选择认罪，你们说我是什么我就什么，我认了。但是呢，前提有个条件，就罪不及自己的儿子，不要把他自己的儿子牵扯进来。据说当时的专案组都同意了，结果没想到任志强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罚款420万，他的儿子紧随其后也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但这个信息我们此前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儿子的审理也不是公开的，所以媒体也没做任何报道，你在中国的裁判文书网上也查不到这个信息。所以据说任志强在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如五雷轰顶因为自己用所谓的认罪也没有换得自己的儿子的清白，更何况专案组已经答应了条件，最后又反悔了。那你作为一个国家机关，你明明答应了变速交易，你最后都反悔了，出尔反尔，这不就是跟那个流氓组织一样吗？但是呢，怎么办呢？木已成舟了，人家不但要收拾你任志强，还要收拾你的儿子，你就看你怎么着吧。1141年的除夕之夜，谁被处死？岳飞被处死。岳飞被处死的罪名是什么呀？莫须有。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通过岳飞之死都记住了8个字，哪8个字呢？欲加之罪，何患之？培根说过，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了水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觉得是犯罪更可怕，
还是不受约束的刑罚权更可怕？也许后者会更可怕。第3点就是任信义啊，当时就是在这个信里头提到啊，就是他们家其实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正常途径，一直想申请他父亲作为保外就医。他说道：“习近平主席，此前我们曾经按照正常的渠道数次提出上述要求，始终没有得到善意的回应，才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向您反映我们濒临绝望的诉求。”那就是说什么？他的家人在过去的几年啊，一直通过正常的途径。我理解的正常途径啊，有2个。一个正常途径，无非就是说让任志强写申请保外就医的申请信，这是一个正常途径。还有一个正常途径，就是任志强实际上在党内啊也有很多朋友嘛，这些朋友啊很多也都是高官呢，跟习近平也对得上话啊。我相信他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找了这些人。比如说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个王岐山就跟任志强的关系非同一般啊，因为在中学的时候，王岐山就是任志强的这个学生辅导员，他虽然比任志强只大3岁，但他当时已经当了中学的学生辅导员，因为他是高中生嘛，任志强是初中生嘛。后来去陕西插队的时候，也是王岐山带队，所以他们2个很早形成了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但是到了任志强退休之后啊，我了解的信息啊，就任志强啊跟王岐山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任志强对王岐山当时做的一些做法也不以为然。我们知道任志强写的批评习近平的那篇文章不是一篇，他其实在一个小范围内啊，他经常写经常发啊，发完之后让大家看完之后给他反馈意见。其中我了解的信息，他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批评王岐山的，他认为王岐山这种做法不对，是酷吏，通过这种清洗运动式的方式来反腐，实际上对国家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任志强啊跟对王岐山之间实际上也有一些微词啊。所以我了解呢，实际上对任志强这个事件啊出了之后，王岐山是没有替他讲一句话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任志强这个案发之后啊，中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专案组，就专门针对任志强这个事情开始拉网式的搜寻，把所有跟任志强有关系的人呢全都查了一溜遍。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大的干戈呢？实际上查这个专案组，一方面是要罗织任志强的罪名，更重要的一点是想查清楚任志强背后是不是有中共的高层势力指使。就任志强，你骂习近平，你骂我习近平，啥意思啊？是你任志强要骂的吗？还是背后有没有这个高官指使啊？那是高官指向谁呀？那跟任志强关系最好的中共高官，那就是王岐山呐，正国级的一个官员呢。所以习近平当时是害怕王岐山就是指使任志强这么干。虽然啊，实际上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所有专案组的办案的方向全是如此。所以王岐山当时也知道啊，他害怕这个惹火上身呢，所以对任志强实际上没有讲过任何话。所以啊，就我相信他们找到王岐山，王岐山可能也不会帮这个忙。但是啊，任志强的人脉还是比较多的。你像那个刘鹤，国务院的副总理，也包括马凯，也是国务院的副总理，甚至包括于振声，早年在他华远地产的时候，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些人跟习近平也都递得上话。所以啊，应该说人家为了让任志强能够保外就医，这几年已经想尽了办法，但是没有得到回应，迫不得已才采取了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到了吗？任信义以任志强的一个小女儿的身份，在网上来哀求习近平来放任志强一马。那紧接下来的问题是啊，那习近平会放过现在已经生重病的任志强吗？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大家来听我分析一下。其实中国啊一直宣称自己没有政治犯啊，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法治国家，但谁都知道中国有政治犯。但是中国的政治犯分为2类，一类呢是党内斗争失势的这批人，比如说早期的像四人帮林彪啊这些人呢，林彪当然没进监狱啊，四人帮的江青啊、王洪文啊、姚文元啊这些人，那其实都是政治犯，说是什么吃欺良那都是假的。然后在改革开放以后呢，像陈良宇啊、陈锡同啊，包括薄熙来啊，你说这些人他们是因为贪污进去的吗？显然不是，都是政治斗争失势之后才进的监狱，也包括周永康啊，包括孙财政啊，这些人都是如此啊。你说他有没有贪污问题？可能有，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问题，他不会因为贪污问题进监狱，所以他们就是政治犯。
这是一类，就是党内自己的政治官员失势。另外一类呢，就是传统的反贼，就是反对共产党的，早期的王丹啊、乌尔凯西，也包括这些什么魏京生、王军涛，包括近些年的刘晓波、许志勇、丁家喜这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体制内的，他就是以反对共产党为己任，以推翻共产党为己任，所以共产党把他们抓起来。这是两类政治犯，这两类政治犯呢，要说啊，他的待遇也完全不同。咱们先讲后一类啊，这后一类的政治犯啊，如果要想能够被共产党关起来之后能放出去，过去主要是靠美国、国外、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干预。大家都知道，98年的时候，克林顿访华之前啊，当时中共集中放了一批政治犯，王丹、王军涛，包括魏京生，全都给放了，到美国保外就医。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因为当年啊，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啊，一直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每年跟中国谈判的时候呢，总要谈人权问题。你比如说93年，贝克国务卿到中国访问，就提了一个名单，说这个名单就是中国你现在关押了很多政治犯，你得放啊。当时钱其琛当外长啊，他在自己回忆录还讲了，说贝克当时搞了这个名单过来，很多都是错误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吴建民，是吧？吴建民，我们这个外交部就有一个吴建民嘛，我当时就喊吴建民，是吧？你在吗？那吴建民就后来那个驻法大使啊，那吴建民说，哎，我在啊。他说，你看这吴建民就在这儿呢。那贝克呢，这个国务卿当时反应还比较快，就说，哎呦，那你放出来了，让大家哈哈大笑啊。那就是当年美国是非常在意的。后来呢，美国为什么频频干预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当时啊，中共对美国还是有所求。你比如说当年啊，美国每年都要讨论中国的最惠国的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每年的参众两院都会讨论，讨论过程中间都是说不给，然后到了美国总统那儿，美国总统否决。那么美国总统出于跟中国这种战略关系啊，所以否决参众两院的这样一个议案。所以中国对美国政府有求啊。如果美国总统不否决的话，那你想想，最惠国待遇失去了，那牺牲很大呀。所以美国对中国提出来的一些人权的诉求，中国政府是管的。所以在克林顿访华之前，中国一下把这几个人都给放了。像王丹当时是96年入狱的，实际上到97年就给放了嘛，对吧？实际上王丹的父亲呢和他的母亲呢，在97年的时候还给江泽民写过一封信，跟任心义一样。这封信当时就说什么呢？他说啊，王丹呢进了这个辽宁锦州的监狱以后啊，身体一直特别不好，视力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每日睡眠只有2个小时，而且呢是伴有头疼，很有可能患有脑瘤，急需要做检查。所以呢，就是跟监狱提出来申请，监狱呢也不反馈，所以呢他们非常担心，所以给江泽民写信说，希望您本着宽容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责令有关部门尽快对王丹进行一次脑部的全面检查，并能允许他保外就医，挽救我们的儿子不胜期盼。但说句心里话，其实他父母的这封信对江泽民有什么影响啊？真正的影响是美国这个境外敌对势力。所以就在美国的干预之下，后来呢，在1998年的这个4月份的时候，王丹呢就被正式的保外就医了。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王丹和他的父母提出保外就医的这个诉求，并没有提出来去到国外保外就医，但是后来中国政府批准他保外就医的时候，就直接批准他出国保外就医。所以从监狱里头捞出来之后，直接送到了首都机场贵宾厅，把他的兄弟姐妹请过来，把他的父母请过来，在首都机场的贵宾厅见了一面。然后呢，就在美国驻华大使的见证之下，由美国驻华大使的1等秘书陪同，直接飞到美国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整个就是一个政治安排，就是在境外敌对势力的这个干预之下，中国的那些政治犯，尤其是那种敌对势力的政治犯，是有可能被释放的。但是啊，从98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就下降了。你想啊，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啊，国力强大了，美国对中国的约束也没有了。所以从98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经历过从监狱里头直接释放这种政治犯。2012年的时候又经历了2次事件，一次事件呢是王立军跑到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陈光诚事件。这两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当时跟中国之间谈判呢，就明显的开始其实这个妥协和让步了。王立军当时跑进美国大使馆的时候，跟美国的领事馆讲了，他身上有2件机密，一件机密就是薄熙来的妻子杀害尼尔伍德的证据，第二件就是薄熙来让他监控胡锦涛啊，就是秘密监控胡锦涛啊，这2件秘密啊。那美国当时这个信息汇报到这个希拉里啊，美国的国务卿啊，后来美国经过1天就首先跟中国政府联系，说你们是不是愿意听一下王立军的这个证据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就把他送出去。结果1天之后，王立军就被送出去了。You know, he did not fit any of the catego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giving him asylum. I mean, he had a record of corruption, of thuggishness, brutality. He was an enforcer for Bourgeois. They may have had a falling out, and now he was trying to somehow get his way to a place of safety.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know, the consulate was quickly encircled by other police who were either subordinate to Bourgeois or looking to curry favor. So it was becoming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So what we did was to tell him that, you know, he could not move into the consulate, that there was no grounds on which we could offer that to him. 第二件事就是陈光诚啊，那一年的4月27号啊，陈光诚从山东翻墙出来，在郭一爽的带领下，最后进入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结果美国的这个助理国务卿马上飞到中国，跟中国的崔天凯开始进行了6轮谈判。这6轮谈判最终实际上美国是让步了，让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陈光诚啊，还是从美国大使馆里出来，跟他自己的家人团聚，在这个朝阳医院里头看病，然后在中国的一个法学院里头读书读2年，读2年之后，如果他愿意，可以到美国留学。这期间，美国的使馆会跟这个陈光诚啊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结果陈光诚啊后来从美国使馆出来之后啊，那国外的媒体都来采访他，陈光诚就觉得不安全呢，到了这个朝阳医院就国安都盯着他，所以他马上觉得他整个家人不安全，就跟那外媒讲。所以外媒当时都谴责美国政府，说你看看这样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跑进了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庇护。那时候希拉里正在中国跟中国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搞峰会呢，所以一下子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后来希拉里又跟戴秉国直接讲，他说这事不能这么搞了，我们现在受到美国的参众两院的压力太大了，你赶紧让这陈光诚出去。后来双方又谈判，最后让陈光诚直接拿了一个纽约大学的邀请函，到了纽约大学做访问学手。我想说这件事情的对比是，其实美国从98年这之后，他对中国社会的就中国政府的人权方面的影响力在逐渐的下降，压力能力也在下降，而且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的兴趣也在下降。这里有一个数据，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中国的人权现状的报告，每年都有，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那个网站上来披露。这个人权报告啊，在过去一般来说每年都写150页左右，写的也比较详细啊。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跌到了79页，但是2020年的时候有情可原啊，疫情嘛，对不对？但是2020年之后，每年现在稳定在90页。整个叙述中国的人权问题啊，篇幅开始大幅的缩水。那你说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了吗？不能这么讲吧，因为中国现在肯定是跟10年前、20年前比起来，人权状况肯定是更差了呀，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兴趣也在下降。那么中共这些年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没有一个在监狱中间提前释放的。刘晓波当时都快死了，最后才把他从监狱里头放出来，放出来结果没几天，结果人就没了，对不对？包括你现在什么说高志成这些709的律师，那高志成2014年放出来之后，这人就直接失踪了，刑满释放了，这个人也不见了。包括那张展出来之后，很快有人说就又失踪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现在对境外敌对势力，以美国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对他在人权问题上面的压力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你要说要靠这个境外敌对势力要营救境内的这些政治犯，
现在已经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几乎没什么可能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咱们回过头来讲一讲共产党内部的这个政治失势的这些人呢。以我的理解，任志强跟刘晓波不一样，任志强跟王丹他们也不一样。任志强属于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他只是反对习近平这种胡作非为。他其实任志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认为他也不反党，对不对？所以任志强反对的是习近平，他是习近平最后发令之后把他抓起来的。所以在我看来，他属于第一类政治犯，就是跟那陈良宇啊，跟这个薄熙来啊，他们是一类人，当然他级别没有他们高啊。那么，所以其实习近平对付任志强用的是家法。你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人，你不是刘晓波，你不是许志勇，你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人，所以我就要对付共产党内部反对派的方式收拾你，判你有期徒刑18年。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其实对付这个任志强来讲，采用的是共产党内部整肃的方式。那我们看一下共产党它的内部整肃的方式，那些人的命运怎么样呢？其实共产党对这些政治斗争失势的人啊，虽然走法律程序，但其实内部还是有一条其他标准的。你比如说江青，江青当时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啊，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但大家都知道，江青在秦城监狱待了2年之后就被保外就医了，在北京航天桥附近搞了一个4合院，把他安置下来了，软禁。但是他毕竟他离开了监狱，他不是在监狱里头服刑了啊。那其实像中共的那些高官陈锡同啊、陈良宇啊这些人呢，虽然判了刑，但实际上事隔不久都保外就医了，甚至有些其他的高官，陈维高这样的，原先的河北省的省委书记陈维高，那不也判刑之后没多久之后也就保外就医了吗？所以表面上司法上雷厉风行，但是内部之际还是有网开一面。但是啊，任志强情况有些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任志强得罪的是天字一号的人物，他得罪的是习近平。如果按照党内其他人的做法，其实任志强这个做法哪会判18年呢？这么重，那就是中南海亲自批示的结果，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习近平能决定。如果要是说任志强能放出来，必须习近平亲自点头，那这就有点难了，对吧？因为任志强指着习近平骂，你是脱光了衣服的小丑，光着屁股的小丑，你是没穿衣服的皇帝的新衣等等，可见这股恨呐，在习近平身上啊，意犹未尽啊，意犹未消啊，所以不会轻易饶了他的。骂就让他骂会儿呗，你怕什么呢？你少了一根头发了，你听见声音了，你不看他不就算了吗？或者你看了就把他过去不就完了？有的时候家里面人看了也不好，是吧？朋友看了以后，我没觉得是，他老瞎骂着。那么我们家里人可能都在微博上，他爱骂什么骂什么，骂人你不理他，这个东西就等于别人送给你个礼物，你没要这个礼物会怎么样呢？把这个礼物送回去，所以当你不接受这个骂的时候，这个骂的东西会回去的。但是在我看来，实际上其实习近平真的应该把任志强放了。为什么呢？任心怡已经讲了，在这封信里头讲了，他可以承诺任志强如果放出来之后啊，到国外他可以不发声，再也不说话了。我相信他其实这个承诺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说白了啊，任志强的儿子还在拿在你手里头被判了9年徒刑，对不对？这是人质啊。那你任志强放出来之后，就算把他放到国外，你说任志强他敢乱讲话吗？绝对不敢了。乱讲话的话，你儿子还在共产党手里头呢。所以我相信当年的任大炮，你现在就是把他放出来，他也真的不敢再去骂习近平了。服了，社会主义的铁拳真的给砸服了，那差不多自己要家破人亡了嘛。你也不能把每个人都想着上刀山下火海的一个烈士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承诺本身实际上是真心的。共产党整的很多人都是给整服了嘛，承诺也都是认真的嘛。那薛蛮子在电视认罪之后出来之后，你看他反悔过吗？没有啊，到了国外也老老实实的，对不对？那王功权当年支持许志勇，然后呢又是捐款又是干什么的，后来共产党一通收拾，把他抓起来之后，然后给他放了。王功权后来跑到海外，你看王功权说过什么话吗？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的铁拳砸过去，这些人就算出国的话也会信守诺言，不会说话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任志强如果真死在中国的监狱啊，对共产党真的没有好处，对习近平也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任志强就是因为批评了习近平，结果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因言获罪嘛。那么如果他是死在监狱呢，那这不就是一笔血债吗？这笔血债会记在谁身上？甚至不会记在共产党身上，会记在习近平身上。你习近平现在大国崛起，是吧？国际风云变幻，你现在都是可以主导国际秩序，变成了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那不是有一个人不就是讽刺你几句，你就让他死在监狱里头？那跟你这个国际领袖不匹配呀。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章指出，自信才能自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所以说，一个人的责任越大，心胸就越大，权力就越大。就算古代那些皇帝可以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那不也经常有大赦吗？那不也经常有君恩吗？就是任志堂现在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已经风烛残年，命悬一线，你就把他放了，我相信就像任心怡说的这句话，绝对人家会给你点赞。为什么？你有宽广的心胸啊，对吧？你自己这个富有同理心的决定啊，而且呢，将会成为历史对你仁慈和胸襟的见证啊。但这话如果反过来，如果任志强死在监狱呢，那可不就是一笔血债吗？那人就会说你习近平是刽子手啊。所以啊，在我看来，习近平如果看到这封信，我个人觉得，如果从一个愚公移私的角度来讲啊，都应该把任志强放了。当然了，最终他能不能做这个决定，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希望如此，希望这封信习近平能够看到，并且做出一个这样的符合同理心的这么一个决定。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讲道理了，就是讲一个同理心。你可以看一下任心义的这种卑微的语态，近乎哀求的心理。拥有权力的人呐，真的有的时候要有那么一点不忍之心呐。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最奢侈的时候，我能跟我的女儿坐1个小时，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最奢侈的东西是时间。我们认为，我们最奢侈的是能舒舒服服的跟家人混在一起待1个小时。我可以告诉你，我到现在为止，我女儿14岁了，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不到365天。当然还包括和我母亲和其他人了，对吧？但是最幸福的还是跟我女儿。为什么？当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是因为你对这上有歉意，你能得到的时候，你才觉得幸福。如果你很轻易能拿到，你就不觉得幸福。为什么对我女儿来说，我觉得能跟她在一起就觉得很幸福？是因为确实我觉得亏欠她太多了，所以能有机会陪她说，我觉得很幸福。